同样是二战甲级战犯，东条英机被绞死，冈村宁次却能平安回国，寿终正寝。很多人以为他是运气好，其实大错特错。这背后是国民党高层与日军的政治交易、利益交换与刻意庇护。蒋介石、何应钦、汤恩伯在其中各自扮演了什么角色？冈村宁次为何能逃脱审判，甚至成为国民党的军事顾问？这就不得不说国民政府高层对日军的态度了。14年抗战，几千万人因此死亡，几百万军人牺牲，中国人民与日军的仇恨不共戴天。但国民政府高层并不共情普通民众。抗战胜利之后，国民政府在审判日本战犯等工作上非常不积极，相反，对联日反共这件事儿倒是非常积极，所以在对日本主要战犯的态度上就非常暧昧。1945年8月，抗战刚刚胜利时，蒋介石、何应钦就要求冈村宁次继续指挥日军，确保指向国民党军队投降，并且任命冈村宁次为战后总联络官，保留其官阶、卫队特权。之后，冈村宁次长期担任国民政府的高级军事顾问，受到蒋介石及其高层将领的庇护。1945年12月，蒋介石亲自召见冈村宁次，冈村随即撰写《从敌对立场看中国军队》，为国民党反共出谋划策，成为秘密首席军事顾问。1946年5月，东京审判开庭，但是冈村宁次一直处于长期羁押不审的状态。虽然盟军一直催促国民政府引渡冈村宁次，但国民政府一直拖延引渡冈村宁次到东京受审，每次都有不同的理由。1946年的理由是冈村患病不宜长途。1948年3月，理由又称肺病疗养中。1948年6月，国民政府正式提出拒绝，说法是冈村宁次的罪行在中国战场，应该由中国自己审理。那既然要在中国审判，为什么冈村最后还能安然无恙地回到日本呢？这又不得不提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人物——汤恩伯。汤恩伯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与冈村有师生之谊。早在受降时，汤恩伯就对投降的日军军官表现得十分恭敬，称呼上都是某某先生，礼节周到，连在场的美国人都看不下去了。你是战胜者，应该说我命令你。在针对冈村上，汤恩伯更是毕恭毕敬。为了保护冈村，他的多次迁居都是汤恩伯一手操办的。1949年1月，汤恩伯向蒋介石书面申请，请求宣判冈村宁次无罪并遣返。蒋介石同意了，并给当时审判的庭长下令，要求依照汤恩伯的请求宣判冈村宁次无罪。1949年1月21日，李宗仁就任代理总统，宣布重新逮捕冈村宁次。汤恩伯违令不执行，并在1月底秘密护送冈村宁次登上美国维克斯号轮船前往日本。这就是为什么冈村宁次在自己的回忆录里面对汤恩伯大加赞赏的主要原因。冈村在回忆录里说，被判无罪主要是军方要人，尤其是汤恩伯强硬主张的结果。那为什么蒋介石也同意释放冈村呢？表面上是因为冈村能给他出谋划策，帮他反共，但主要原因是蒋介石的政治算计。在蒋介石的心里，其实最大的威胁根本就不是日本，哪怕日本和我们打了10几年，而是北边的苏联。尤其是1946年冷战开始之后，美国也转变了对日政策，扶持日本作为反苏先锋。蒋介石也紧跟美国思路，不杀冈村等战犯，就是为了拉拢日本共同反苏。在他的心里，反共和反苏是同一件事。蒋介石从上世纪20年代对苏联的观感就非常不好，不认同苏联，他心里认同的是美国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体制。当然，冈村能够顺利回到日本，也离不开美国人的暗中帮助，不然怎么乘坐美国轮船呢？美国当时出于冷战的考虑，也开始扶持日本，而不是致力于惩罚战犯，所以也默许了国民政府的行为。这就是冈村宁次为什么能够寿终正寝的根本原因。